我好像不会因为夏天太热就吃不下饭，不过确实不太想吃猪脚之类比较腻的东西。不过如果它是酸汤煮的，那简直是四季皆宜。这个猪脚是我前2周就买好洗好冷冻的，其实本来不打算买，但是突然看到几个修长的瘦瘦的脚杆子就躺在那里，没有肘子，就只有底下皮包骨的那一段，就觉得很满意。等到想吃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这种货了，就买了。先来焯一下水，来点料酒。怎么突然发现了一块带皮的肥肉？这部位怎么会有这么厚的一层肥的？哦，他听到了，我再也不敢当着哪块肉的面说它肥了。顺便来看一下今天用的酸汤，是这种现成的，里面有西红柿汁、调味油、调味料。说到酸汤，最著名的应该是贵州的红酸汤吧，主要是番茄和辣椒发酵来的。不过感觉红酸汤有点寡，很需要调汤底，最好还能来几勺味精，不容易做好吃。这个是香草酸汤，看下配料表，也是有番茄、辣椒之类，主要就是多了香茅草，还有木姜子油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香料之类的。防腐剂倒是用的都半斤八两，它应该就是已经调好的料。看看它的使用方法，好吧，竟然还要炒一下，那我当然是就当做没看见了。我猜直接煮也不会有太大区别。焯水这边已经好了，来把肉捞出来。这个皮是烧过的，但以我的标准来说烧的还不够。店里做酸汤猪脚的话还会炸皮，就类似于虎皮鸡脚那样变脆皮的虎皮猪脚，我就没有这个条件了。倒是想起来一件往事，以前学校食堂有一道菜是泡椒猪蹄，而且印象中都没有猪脚趾，就全都是最好吃的脚踝那一段，就类似这块，但比这个切的长，长得白白的，我就很被诱惑，就买了一次。没想到上面都是透明的短毛，吃了一口就能把人扎死的那种密度，就很可怕。但每次路过这道菜就感觉太诱人了，我就想也许是上次运气不好吧，他们总有厨师吧，我就怀着侥幸的心又打了一次，结果就是我从此再也没有打过这道菜了。但这道菜一直都在，而且毛也一直都在，我至今都在想，到底是什么人在维持它的生命？食堂的供应商就应该强制把它们全都换成黑毛猪，来一点视觉的震撼。扯远了，来直接把调料包倒进去。诶，它里面有好几包料诶，这个是一个粉包，这一袋应该是木姜子油，这样还挺好的，不喜欢吃的人就可以不放。店人还贴心的把香料也配好了，是香茅草和花椒，但花椒略有点少的可怜。最后这袋应该就是酸汤本汤，我就直接一起煮了，也没听说番茄会让肉不熟，提前放进去可能还更入味呢。把它都挤干净，花椒和香茅草也倒进去，然后是木姜子油。问题是这一包怎么没有留口子，还得动用一下剪刀，因为我会吃它的味道，所以就全部倒进去了。立马就觉得好香，都是粉包，怎么会这么一大包？里面长这样白色的粉末，看它配料表也没那么多粉末的材料呀，总不能都是味精吧？管它，别人敢卖我就敢吃，都倒进去。它自带的料就全部加进去了，我再额外加2个草果，虽然它里面可能已经有了，以及一些香茅草，它自带的是香茅草的叶子，这个是茎的部分，味道会更浓郁一点。最后再来点今年的新花椒，它给的实在是太少了。OK， 现在就可以加水炖了，我直接加的开水。为什么这似曾相识的场景会这么给我一种在泡方便面的感觉呢？甚至连调料包的配置都差不多。好了，盖上盖子开始泡面，已经炖了好久了。这个颜色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浓郁，我还以为会没那么红呢，因为今天的料比较多，而且好香啊！果然卖的东西就是比自己做的香多了。这块肉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它不是那块肥肉吗？看来我真的错怪它了。它有一部分是筋来着，尝一小块筋啊，完全不用加任何调料了。我这个锅应该是差不多4.5升的容量吧，盐分还是很够的，筋都已经炖软了。来把它转移到小锅里。这香草酸汤猪脚那么好吃，怎么能不吃火锅呢？别的菜煮进去也一定好吃。我简单准备了一些自己喜欢吃的菜，当然必不可缺的就是薄荷，今天买的不太好，还有点白菜和生菜之类的，然后是一些蒜苗、藕片、洋芋，还有姜饼瓜。姜饼瓜应该是在瓜类里我最爱吃的，我每次去逛市场
我看到一堆一堆的姜饼瓜都觉得非常心动，想把它们全部搬回家。最后还有一点小番茄和小米辣，就很适合酸汤，现在就倒进去。请问这个辣椒籽会不会也太像芝麻了？我还给自己弄了一个胡辣子的蘸水，因为这些酸汤都没什么辣味。让我来吃一块，擒贼先擒王，先吃看着最美味的就是你。看这个皮，还有这个筋，好吃。整个酸味就是很柔和，但是又很清新，搭配猪蹄真的是绝了。辣味是半点也尝不出来，虽然有香茅草和木姜子油，但它是一个不刺激的味道。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应该吃得来，吃着吃着就可以边煮菜边吃。像洋芋这种东西，我只爱吃生脆的，所以我会一次只煮1-2根，过腥了就立马捞出来。薄荷叶和这个酸汤特别的配，不过说真的，因为这个酸汤好吃，跟什么蔬菜都配。虽然我还加了花椒，但麻味也没有特别明显。我就继续吃饭了。藕也好甜啊！今天这个酸汤我觉得还不错。非要说味道上的缺点的话，我觉得味精调的稍微有点重，对我来说再酸一点也还可以。用来炖其他的肉应该也会好吃，酸汤鸡、酸汤鱼之类的。怕腻人士可以试试看，当然不怕腻的也可以试试看。对了，可能有人会好奇它的味道和冬阴功会不会很像，因为都是有香茅草，又是酸辣的，就它俩的味道还挺不一样的。昨天炖的那大锅当然是没吃完，不过我怎么能放着一锅酸汤在那儿，却不煮一碗酸汤面呢？简直是套公式一样的简单，就做出了超好吃的酸汤面。